欢迎回到壁画太多。今晚我们要聊一个被历史反复加工过，传说比真实还出名的人物。他的名字一提出来，仿佛整个西南都要安静3秒。他被说成屠夫、魔王、活阎王，也有人说他是被冤死的乱世枭雄。他就是张献忠。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如果你心中有特别想听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无论是帝王将相、诗人文豪，还是热点人物话题，都欢迎写在留言区。你的建议很可能成为下一期的故事主题，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变成属于大家的助眠故事角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张献忠这个名字在中国史书里是绝对的狠人标签，他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员猛将，后来自立为王，在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但他的历史形象总是离不开那几个字：屠川、屠夫、血洗四川。今天我们就从最前头开始讲，他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张献忠出生在陕西延安，传说他小时候很聪明，但脾气暴，性格怪。他的成长环境并不富裕，属于那种饿着长大的苦孩子。后来参军当兵，也算混进了体制里，可惜不是当官吃饱那种，而是前线拼命的底层士兵。偏偏他这个人天生不服管，明军里一大堆腐败将领，贪污勒索，他一看心凉，这玩意儿打仗不是为了保家卫国，是为了给上头凑军饷的。所以他很快就叛变，直接加入了起义军。不只是张献忠一个人这么干，那个时候的军转匪比例比现在考公务员还卷，你不叛可能就是坐以待毙。乱世哪有什么规则？张献忠最初不是单干的，而是跟着老大打天下。他跟李自成一度并肩作战，一个是闯王，一个是献王，两人都是西北出来的猛人组合，但性格上完全不同。这个李自成讲组织要得人心，张献忠讲暴力要效率。他带兵不讲情面，抓一个杀一个。他相信你不狠，在乱世根本站不住脚。他的这个狠很快被人注意到，他打仗很猛，抢掠很快，行动极准。说白了，干一票就走，不拖泥带水。当时有一句话说他是杀人如麻，勇猛如虎。但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人靠善良当上头头，你不杀就等着被杀。张献忠是这个环境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被环境推着走的。他的战术很独特，他不玩长期拉锯战，偏好打快仗、打狠仗，出其不意。他一度被明军追着跑，后来就学聪明了，搞起了游击加诡计加吓唬的组合拳。他会伪装成溃败军队，引敌人深入后反击，也会制造屠村传闻吓退明军。这种心理战术在那个信息传递全靠嘴的年代很有用。有一段时间，他和李自成联手进攻河南，战果还不错，但两人终究分道扬镳。因为张献忠这个人不喜欢听命令，他喜欢自己说了算。于是他带着一支人马南下。南下是个分水岭，他从陕西一路南下，穿过湖北、湖南，最后盯上了四川。当时四川看起来人多地广且富庶，重要的是不怎么设防。很多历史学家觉得，张献忠之所以选择四川，是因为那里相对空虚，适合建立根据地。换句话说，他想找个地方称王称霸，搞个落地皇帝。但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当皇帝的。他打四川最初的目的
可能只是找个落脚点。可一进四川，战果丰厚，人马多了，粮草足了，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于是他干脆放出风来，说要自立为王。这一步走得很冒险，在当时那个局面下，李自成已经打进北京，逼退崇祯。张献忠也不想当老二，他觉得自己也该有一块地，也该坐上皇位。反正这年头当皇帝的不止一个。不过别以为他称帝是大摇大摆进城摆龙袍，他是打进成都，攻破明军防线后，在千疮百孔的废墟上登基的。他的大西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不稳。说到这儿了，就不得不说说这个张献忠的性格。他是那种极度不信任别人的人，身边人一有动静，他立马清算，地方豪强一不配合，他直接屠村。外人眼里这是残暴，但他自己觉得是必须的震慑，这是他治下的逻辑。怕我，你就得听我；不怕我，那就是死。他会杀文人，也会封文人；他杀明朝旧臣，也会拉拢地方豪族。他做事非常功利，不按常理出牌，有时一边屠城，一边又大赦百姓。这操作，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他到底是个疯子，还是清醒到极致的理性玩家？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接连攻下数地，他的部队纪律其实并不算差，比起同时期其他流寇部队，他的军纪真的是算好的了。但这个好是建立在恐惧上的。他会奖励忠诚者，也会严惩叛徒。他不像是理想主义者，更像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对百姓的态度最初其实不差，他知道人心才是根本，一开始会发粮赈灾，也搞过类似赎身文书的制度。你有钱交钱，没钱出力，不杀。但当局势恶化，军需紧张时，他的手段就立刻升级。这时候屠夫形象就开始出现了，人们开始传他七杀碑上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世人犹怨，天不仁，不忠之人杀，不孝之人杀，不仁之人杀，不义之人杀，不理不治，不信人，大西王曰杀杀杀。这块碑是不是他立的，至今是谜。但这段话流传甚广，几乎定义了他这个人。但我们细看就会发现，七杀这个说法其实是后人加工的。明清之交的文字战非常猛烈，清朝建国之后，为了立威，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我们比他好，就特别愿意放大张献忠的恶。史书笔记和这个野史小说全是张献忠杀光四川人的版本。可问题是，张献忠的军队到底能不能真的杀掉几百万、几千万的四川人呢？这不禁让人开始怀疑。但我们暂时不展开这个争议，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扎根四川，又怎样走到屠川这顶帽子下的。张献忠之所以能崛起，不只是因为他只知道杀，而是因为他懂得在杀与收之间来回切换。他不是那种一天到晚疯狂砍人的变态疯子，更像是个带着算盘打仗的枭雄。来，让我们聚焦到他起家的那个时代背景，不夸张，那真的是一个连天都塌了的世界。明朝末年已经不是一个王朝快结束的状态，而是整个社会彻底瘫痪了。朝廷没钱，皇帝没粮，官员腐败，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你不闹革命，你都活不下去。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农民起义，但明末的这波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体求生性暴动。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在黄土高原种不出粮，又交不起税，官兵来收税，直接打断你腿，转头土匪来了，说不交钱就烧你房子。你终于把老婆孩子送到娘家，结果娘家村子也被屠了。于是你发现，
不如上山，不如跟着闯王献王混口饭吃。起义军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壮大的，但滚得越大越难控制。李自成有点理想主义，想当个改朝换代的新王朝创始人，所以他尽量收拾队伍形象，搞纲领。张献忠完全不玩虚的，他只关心眼前，吃饭、打仗、稳人心。你对我有用，我就收你；你叛变或者不听话，那你就准备上刀山。非常直接。那个时代的军队基本靠抢，张献忠的军队也不例外。可是他抢得比别人更精明，他不是乱杀一通，而是专挑那些富人、地主、宗族大户下手。对一些手艺人、穷人，他反而会保护。有人说他有点平均主义倾向，当然那不是出于理想，而是出于维稳，让穷人帮他，富人怕他。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张献忠在很多地方其实是被普通百姓称为张菩萨的。他赈灾、救穷人、放粮食，还开设收孤儿制度。很多战乱中的孩子反而因为投靠他得了生路。有人写过，张献忠所至，百姓跪拜，不忍离去。这种描述看起来和屠夫形象严重不符，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地方记载。当然，这种张菩萨不是无条件的，他治下的地方秩序是靠军法维持的。他要求极高的服从度，不服就杀，怀疑你叛变，那就直接杀。今天你说了他一句坏话，明天全家可能都被拔掉。他的治理方式不靠制度，而是靠让你害怕。但这种管理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种扭曲的稳定感。别忘了，那是一个中央政府已经瘫痪的时代，很多地方的州府根本没官上任，甚至连个管理粮仓的人都找不到。张献忠虽然暴，但他能维持秩序，对一些百姓来说也算是比没有要强些。他呢还有个重要手段，那就是安插亲信。他自己亲手提拔的一批将领、政务官，几乎都是旧部加心腹。在四川，他建立了一个简单但高效的统治网。这套体系没什么文书制度，但靠传话加追责加惩罚运行，也硬是撑了下来。你可能想象不出，这种土办法在战火连天的明末，居然能让成都周边几十个县变得相对安稳。有学者形容，当时的四川乱中有稳，这个稳就是张献忠撑起来的。可问题也就来了，他撑得住一时，撑不住太久。因为他用的是高压锅模式，一旦锅里的人不怕你了，开始反弹，或者你自己资源不够了，那整个锅就炸了。而四川这个地方从来不是一个乖宝宝的地带，自古以来四川就有强烈的地方豪族体系，宗族势力强，土地集中，人口流动大。张献忠刚进来时，这些地方势力都吓坏了，不敢动。但时间一长，他们开始串联，开始抵制，开始联合起来，暗中联络清军。张献忠当然也知道这点，他开始加紧清洗，特别是对那些假投降真反抗的地方宗族。他设立告密制度，只要有人举报某户人家不忠，哪怕没证据，也可能全家灭门。你以为你只是跟邻居吐槽一句，听说清兵要来了，结果当天晚上张献忠的清兵就敲门来了。他越怕被背叛，就杀得越多，而杀得越多，仇恨就越深，反抗也就越激烈。这就是张献忠死循环。他并不是一天杀到底的屠夫，而是一步步被环境逼到一个只能靠杀来维持统治的境地。其实他曾经有机会不走这条路。他称帝初期，
有些幕僚建议他搞招贤纳士，用地方旧臣来稳定政权。可张献忠对这些读书人非常不信任，他说：“这些狗才，前朝不救国，现在来投我，迟了。”所以他杀了一批，又杀了一批，整个大西国几乎没有几个文官能人称场。张献忠并不是不会听人劝，但他只听打过仗、流过血的人，文化人他看不起，甚至怀疑他们都是纸上谈兵。这种态度让他错失了把大西国制度化的机会。他可以靠杀人建权力，却无法靠制度守权力。渐渐的，民间开始流传出一些吓人的段子，什么张献忠割耳朵数人头，一个晚上杀一座城，甚至还有人皮骨、血和焰这种完全像恐怖片的描述。这些段子真假难辨，但在那个没有网络辟谣的年代，只要你听到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杀人的标签就这么慢慢贴上来了，而张献忠的形象也逐渐变得单一化、妖魔化。这时候的他还能控制局面，但他已经站在一个很高很陡的山坡上，往前一步是清军大军压境，往后一步是四川百姓渐渐不再惧怕他。他站在悬崖边，一步都不能错。张献忠称帝是在一个很奇怪的节骨眼上，他南下入川，打下成都，一边还在整军扩地，一边就突然宣布建国，国号大西，自己封为大西王。没多久就登基称帝了。没有大张旗鼓，没有万人朝拜，他的称帝更像是突发奇想，但又藏着一口多年未吐的野心。大西政权是在成都建立的，但成都当时的情况，说的直白点，那就是一座废城。前前后后打了太多仗，城墙残破，老百姓躲进山里不敢回来，街上荒草比人还多。他在这种时候登基，听起来像是穷人家扯块破布过年，但他还真就过上了。他登基那天，只有一顶临时搭起的黄伞，他披着龙袍站在一块破木台上，下面站着一群疯的将军，大多是他亲信。这场加冕仪式不壮观，但他内心是认真的。他的帝号是大西王，而不是皇帝。为什么？很多人猜是因为他对皇帝这个词有点警惕，他不想和明朝或者即将入主中原的清军撞名头，那就干脆叫个模糊点的算了。但别看名字模糊，他干的事儿一点不模糊。他设立官职，颁布律令，还搞了个大西年号。他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个政权不是流寇，是朝廷。他不是匪，是王。这时候的张献忠其实挺清醒，他知道自己打仗厉害，但治国不行，所以他确实一度想招贤纳士。他公开放话，欢迎各路读书人来效力，还放宽条件，不问出身，不问年龄，但人家就是不来。这是为啥？因为谁都怕你一言不合就拔刀的老习惯。哪怕你张献忠真心想请文人，人家也不敢把脑袋递过来。文人不来，他就只能靠武将，可这个武将治不了政，他们能打仗，但不会搞财政、管理、农耕、户籍这些事。于是整个大西政权就像一个战时临时政府，一边维持政权，一边继续征战。你以为称帝了能稳定？不，这政权的根还在路上，战马未歇。张献忠也想休生养息，可现实不给他机会。清军节节推进，明朝残余势力也没彻底灭。他就像是刚刚登上一个浮台，脚还没站稳，水面上就有两个浪头朝他拍过来，一个比一个大。他一边应付内政，一边派兵南征北战。
他打得最猛的是对那些不服从的四川本地势力。这时候的他开始加速肃反。他最怕的是人前贵服，背后联络的那种人。他设立了一套极其高压的告密制度，就是只要有人揭发你，哪怕没证据，也可能被抓走。这制度一出，整个成都城内空气都冷了。有的人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怕被邻居听到动静，误会串联。亲兄弟之间互相怀疑，街头巷尾风声鹤唳。有些人实在扛不住压力，干脆自请搬出城，逃避统治。可你一旦搬，就可能被视为图谋外逃，结局反而更惨。张献忠越来越像一个在地震里站岗的皇帝，他的皇位没有基础，靠的是恐惧、军力和一个接一个的铁令。他尝试过建立粮仓、修水利，也发布过减负的政策，但这些美意在现实面前全都撞了墙。因为他能派兵抢粮，却没法管理农民复耕；他能命人封官，却无法赢得文人的心。他有的是战场经验，不是制度建设。他看着大西国的边界越来越大，内心却越来越慌。他知道，这不是安稳的国家，是个装满火药桶的棚子，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炸翻。他变得越来越依赖自己信得过的老人，对新加入者几乎不信任。很多投诚官员刚到没几天就被找理由下狱。他自己也越来越暴躁。史书里记载，张献忠在晚年喜怒无常，早上刚下诏赦免某人，然后听人一句闲话，下午就翻脸，直接杀掉。他最信任的亲兵叫虎卫营，这支部队忠诚度极高，只听他的号令。他让虎卫营住在成都四角，专门负责查私语、击造谣、监军心。每天都有入城查访，很多人是半夜被带走，再也没回来。他营造了一个人人自危却又必须服从的统治体系。他的逻辑很清楚，你若敢动，我先下手。可这逻辑只在短期内有效，久了就连支持他的人也疲惫。他曾对左右说，寡人若一日不杀人，心中便不安。你听听，这话说的真的是细思极恐。他已经成了那个制度的囚徒。而他的大西国从地图上看确实不小，四川大部分都在他手里，但其实那是表面拥有，很多地盘是靠恐惧维持，只要军队一撤，地方立马反水。但在最表面的时候，他还保持着天子姿态。他坐的龙椅是成都仿制的，雕刻粗糙，金漆剥落。他穿的龙袍据说是用掠夺来的明朝贡缎改制的。他每次上朝，左右跪着的将军和文书，个个是打仗出身的糙汉，有的连字都不识。他的朝堂更像是一个战术会议室。这个张献忠还喜欢看个戏，传说他曾在成都城内办了一场戏班，让艺人演他自己打仗的故事，还亲自点评演技。但第二天，那个扮演失败的张献忠的演员就让拉出去给砍了，理由是败我气运。这不是笑话，而是那个年代的荒诞日常。他把屠夫的刀架在民众和宗族头上，也把皇帝的龙椅放在火山口上。所有人都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只是没人知道崩盘的导火索会从哪里点燃。接下来我们要揭开那块最有争议的七杀碑谜团。张献忠到底有没有下令屠川？所谓的七杀碑是真实历史，还是后人编出来吓小孩的？七杀碑几乎是张献忠整个历史形象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谁提张献忠，几乎都会联想到那8个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每个杀字像铁钉一样，把它钉在了屠夫的耻辱柱上。问题是，
这块碑到底存不存在？张献忠真的立过这块碑吗？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后人编的段子？我们先从碑这个物理载体说起。清朝初年，有传言说，在成都皇城遗址附近曾挖出一块石碑，刻着这段话。但奇怪的是，这块碑后来就不见了，没有任何博物馆收藏，没有照片，没有拓本，只留下了口口相传的描述。也就是说，这块七杀碑从来没有确凿的实物证据，只活在流言和史书的只言片语里。最早提到七杀碑的不是清朝官方文件，而是一部叫《蜀壁》的私人笔记。这本书的作者罗尔纲并不是当代人，而是清代的学者。问题是，这本书本身就真假难辨，很多内容是听说、传闻，甚至街头风闻。而七杀碑的版本在不同时代还出现过不同说法，有的版本只有7个杀，有的变成了8个，有的甚至还多出其他内容，像途径反古之人、血洗四川等。这种版本混乱的情况，在真正的历史文物上是极其罕见的。而且退一步说，就算真有这块碑，这段话真是张献忠立的吗？你要知道，张献忠那时候正处在一个军政极度紧张的时期，他每天都在派兵剿匪、守城、管地盘，能有空搞这种魔王式文宣。而且他平时极少留下正式文告，他信不过文人，更不搞仪式感。这种精致雕刻、句式完整的碑文，说实话，风格和他整个人格都不太搭。那为什么这个七杀碑的传说能在民间越传越真，最后变成定论？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好记、好吓人、好传播。清朝刚刚建立，需要塑造新朝正义感，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前朝的敌人妖魔化，尤其是像张献忠这种曾在四川屠杀豪族、劫掠宗祠的敌人，更适合拿来做反面教材。于是，一套血色叙事被慢慢构建出来。从七杀碑开始，到人皮骨、金柜藏人头、血流3尺，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说，全都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而这些故事根本就不需要证据，只需要重复，讲多了，人们就信了。我们来看一个细节，清朝很多官员的奏折和史书，在提到张献忠时，都会引用七杀碑，但他们都没有见过实物。这就像今天你说，听说某人说过一句话，但你没有录音，也没看到现场，只是朋友的朋友转述，这种东西能做成盖棺定论吗？而且我们从杀戮的动机上看，张献忠虽然确实严酷冷血，但他的屠杀目标有很强的指向性。他杀的对象主要集中在2类人，一是反叛的地方豪强，二是有可能联络敌军的宗族势力。他对普通百姓的态度是随军状态变化的，不是无差别屠戮。甚至在一些地方，他明令禁止乱杀，还专设告饶令，谁投降就赦免。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杀不是变态疯狂，而是一种工具。他用杀立威，用杀控制，用杀清洗。可七杀碑的存在，把他简单粗暴地等同成了一个杀人成瘾的疯皇帝，这显然有失公允。有历史学家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视角，如果张献忠真如传说那样把整个四川杀成了无人之地，那么他怎么维持统治？怎么养兵打仗？他怎么从四川征粮征兵？一个屠尽百姓的政权，怎么能在四川活了将近4年？而我们回头看清朝入川之后的记载，就更有意思了。清军进四川的时候，大多数地盘并不是废墟，很多地方的衙门、仓库还在，老百姓生活艰难，但并未灭绝。那为什么后来统计说四川人口锐减80%？
其实原因很复杂，这个战乱、瘟疫、逃亡、灾荒都有份。清军也杀过很多不投降的张部余孽，可这些损失最后都算在了张献忠头上。更有甚者，清廷为了大力移民填四川，还需要制造惨剧来合理化政策，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魔王张献忠的故事，让百姓感恩戴德地接受清廷的抚恤和恩泽。这和政治宣传是一个逻辑，你得先把前任描黑，自己才显得白。回到七杀碑，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文学作品，那它确实成功了。他用短短几句话构建出了一个阴森可怖的暴君形象，让无数人谈之色变。但如果我们想还原历史，那这块碑的真实性就必须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历史学不是看谁声音大，而是看谁证据多。而七杀碑没有证据，唯一留下的只有一连串听说、传说、笔记记载，以及几百年之后仍然让人心里一紧的那7个字。或许七杀碑不是张献忠的墓志铭，而是后世文人集体创作出的恐惧之碑。但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即便张献忠没立这块碑，他在四川的确杀过人，杀的也不少，只是这些人是该杀不得不杀，还是不该杀。这背后是权力焦虑，是战乱逻辑，还是单纯的人性崩溃？我们将往更深处走。张献忠的杀是战术，是性格，还是迫于现实？他到底是疯子，还是活在刀尖上的清醒人？如果说七杀碑只是后人想象出的恐怖象征，那张献忠真实的杀戮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回答，因为他的杀不是疯魔乱舞式的滥杀，而是分阶段、有针对、有逻辑的选择。今天我们就来剖开这个层层迷雾，张献忠到底为何而杀？先从最基本的问题讲起，他杀的对象是谁？史料普遍显示，张献忠的屠杀目标主要集中在2类人，一类是地方宗族豪强，另一类是曾归附后反叛的人。他特别恨假降真叛者，甚至在大西国的律令中专设诈降罪，抓住一个全家问斩，不论年龄性别。而在这些大规模肃清里，也确实波及了不少普通百姓。很多人对张献忠杀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是个嗜血成性的疯子，这其实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他不是李闯那种靠人气凝聚军心的领袖，也不是朱元璋那种靠制度治天下的皇帝。他从头到尾就是个在战争边缘走钢丝的枭雄，他没有稳固政权的信心，所以只能靠制造恐惧来压制反叛。比如他出境四川的时候，实际上对百姓并不坏。他的军令里写得很清楚，凡顺民不得加害，违者斩。早期的张献忠甚至颁布过赈灾赦免的政令，还搞了以粮易税、孤儿安置等政策。这些操作可不是一个魔头应该有的配置。随着对四川地形逐渐熟悉，张献忠发现一件事，这些地方豪族宗族表面上归顺，其实背地里仍然在和清军明军联系。于是他的态度骤变，他最不能忍的就是骑墙。他可不是什么君子，是个流寇出身。他的逻辑就是，你不是我的人，你就是危险分子；你假装是我的人，那你更危险。所以我们看到，在他登基后第2年，屠杀密度猛然上升，很多地方官、宗族、地主被成批处死，连带着不少家属也被连坐。有人说他是明知打不过清军才要破罐子破摔，也有人说他是想彻底清除敌对阶层。但不论动机如何，他在这个阶段的杀已经不是简单的报复或者震慑，
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通过恐惧治理。换句话说，他想用刀来维持一块地的稳定。他杀的对象很社会阶层化，譬如一些地方的士绅家族、读书人、地主被整族灭门，但手艺人、农夫却被保护征用。他看重能出力的人，对只出主意的人怀疑到底。他曾当面怒骂一位老儒生：“你一身酸气，两手空空，讲什么治国理政？”然后下令把他关进牢里，3日后弃尸城门口。这样的例子不止1、2次。这也让人理解为什么很多当时的文人笔记里对张献忠极度厌恶。他杀的不是敌人，而是读书人，是文明人，是这些笔记作者的同类。当你的笔记作者是被害群体的亲戚或邻人时，你会写他是个圣人吗？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许多史料，其实都藏着浓浓的仇恨视角。那张献忠自己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杀？有。最著名的一次是他在成都设宴时突然说：“天下之乱由士绅而起，不杀不足以安。”当时在座的众人一片沉默，没有人敢接话。他吞下一口酒，说：“寡人杀人是逼不得已。”这句逼不得已我们不能全信，但他的确揭示了他的矛盾心理。他不是不知道杀人太多会失人心，但他又不能不杀，否则政权瞬间就垮。而且他并不是每一场屠杀都亲自下令，他身边的几位将领都是狠人中的狠人，他们在执行肃清任务时往往主动升级手段。张献忠只要默认，就意味着认可。有时候他的沉默比一句杀字更可怕。还要说一个背景，那就是人力焦虑。张献忠的军队在四川虽然站稳了脚，但兵源始终不足，每一次征战死的人基本补不上。他需要用恐惧让人不敢反，才能避免兵力分散。所以我们看到他几乎放弃了思想统战这种缓慢而细致的治理方式，而完全依赖斩首加告密加高压的快速手段。他建立了一种扭曲的秩序幻觉，表面上所有人都服从，城里安静如水，百姓不敢出声，宗族低头称臣。但这种平静像是压在火山口上的棉被，一点风吹草动，全城就可能炸裂。他的心越不安，手段就越重，手段越重，仇恨就越深，仇恨越深，那崩盘就越快。而这个崩盘，我们马上就能看见前兆。但回到今天的问题，张献忠是不是个嗜杀成性的人？我们也许要换个问法，他是个爱杀的人，还是个只能杀的人？答案或许是他根本没给自己留第二条路。张献忠选择了用杀来建国，也就注定了他不能回头。他像一辆没有刹车的战车，一旦停下，就会被身后的仇恨反扑。他知道自己不被原谅，也不指望被原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刀举得更高，把声音压得更低，把敌人清得更干净。只是他忘了，有些仇恨是杀不完的。屠川这顶帽子是怎么被扣在张献忠头上的？我们已经拆过七杀碑，讲过他的杀戮动机，也提过他杀的主要是宗族豪强与叛变者。但我们要谈得更具体，所谓屠四川，真的就是全民屠戮，还是部分清洗被不断放大，最终变成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标签？先抛出一个最核心的数据争议，很多清代笔记、地方志都说张献忠杀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四川人，让四川变成白地，人口锐减90%，百里无鸡鸣。这些说法读起来确实可怕，但真相真是如此吗？首先，关于人口锐减这件事的确是事实。四川在张献忠入川前，据记载大约有300万户，
换算下来将近2000万口人。到清朝稳定四川政权时，只剩下不到100万。从数据来看，这减幅非常吓人。但张献忠能杀掉近2000万人，这在古代战争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来算一笔账，张献忠最早进四川是1644年，死于1647年。就算他从进川第一天开始天天屠城，也只有3年不到。他的兵力最多不过10万，一部分还要用于守城、战斗、征粮。他哪来这么多人力、时间、资源去全省扫荡式屠杀？杀人是需要效率的，不是一个按钮按下就完事儿。所以绝大多数史学家都不认同他一个人屠了四川的说法。更合理的解释是，四川的人口锐减是战乱、饥荒、瘟疫、逃亡，再加上张献忠的清洗和清军南下后的反复征伐共同造成的。也就是说，张献忠只是众多催命符中的一环。而更复杂的是，很多张献忠的屠杀记录其实是清朝之后反复强调和渲染的。清廷需要一个劫后余生的形象，需要让四川人民感激清军拯救，那怎么办？就得让前朝政权惨无人道。于是从明记北略、蜀币到平寇志，各种史书笔记开始用夸张手法描写县中暴行。譬如江上浮尸3日不沉，百姓征逃如鸟兽，这些描写更像文学渲染，而不是人口统计。而其中最夸张的当属金柜藏头。据说张献忠在成都城内建了一个大金柜，每杀一人就把头割下藏进柜里，最后金柜装满，血水流出，甚至用这些人头修筑城墙。这种描述已经接近都市怪谈了。可这些故事在当时非常流行，为什么？因为他们完美满足了一个心理需求，百姓经历了战乱，家破人亡，心里需要一个替罪羊。而张献忠这个外来者、暴政者、称帝者，刚好符合恶的一切特征。于是大家潜意识里开始把所有苦难都归到他头上，这不仅合理化了清军的征服，也让自己的苦有了出口。这种归因效应是人类常见的心理机制，谁统治了你，你就怪前任太坏；你家破人亡了，你就怪上一个政权太血腥。张献忠的屠夫形象就是在这种心理需求下被不断强化的。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很多张献忠屠川的记载和清军实际入川时间严重重叠。换句话说，有相当部分的杀戮其实是清军、明军、地方宗族在战乱中造成的，但记载时统一甩锅给张献忠，也没人去核实。清廷也乐见其成，因为这意味着清朝是来救人的。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官方文件里，很多关于四川灾情的描述会用一句话打包：自县贼乱后，生灵涂炭。这就好像一个大型历史公关，所有问题都归因于县贼，这样你就不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经济、战乱周期、瘟疫迁移等难以量化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张献忠确实在四川制造过大量屠杀，他对反叛势力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清洗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大部分起义军将领。他的高压政策确实让很多地区变得人心惶惶，他在某些城镇的大规模屠杀也确实留下了伤痕累累的地方记忆，这些都不能洗白。但问题是，历史不是只看伤口有多深，还要看刀是谁捅的，捅了几次，把一切复杂的伤痕都归给一个人是不负责任的。而张献忠不幸成为那个刚刚好的背锅侠。甚至在今天，还有很多人家族口述里流传着祖上死于张献忠的说法。但这些张献忠真的都是他本人吗？
还是张献忠成了所有外来军队的代名词？比如，有些清军入川后也进行了屠杀、清洗，甚至有剃发不从、急杀的案例，但在地方记忆中，最后都归到了献忠杀我头上。这就像一个传说人物，越讲越魔幻，最后你已经分不清他到底干了多少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别人干的，但他背了。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它不是一个账本，而是一个叙述权的问题。张献忠失去了这个叙述权，所以他的人生只剩下杀这个关键词。而真正的历史有时就埋在这种被遗忘的可能性里，等着某一天被重新翻起。张献忠有没有一开始其实不想杀人？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怪，毕竟历史早把他定型成杀人魔王。你要说他本意善良，像是洗白。但如果我们回到他人生的早期，再看他初进四川时的表现，就会发现事情的确没那么绝对。或许他不是天生的屠夫，而是一步步被环境、背叛、恐惧推着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先从他进入四川讲起。张献忠攻下成都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杀人，而是安抚。史料记载，他在成都立安民榜，下令凡顺民不得擅杀。他给老百姓免了赋税，放出储粮，甚至安排人重修道路、水渠，试图恢复秩序。他在绵阳、广元一带设立驿站，还鼓励手艺人重开作坊。这些行为看起来不像一个屠城的征服者，更像一个想在乱世中扎根的野心家。他也曾经招募儒生，劝学讲理，试图组织一套半吊子政权。但问题是，这套体系还没站稳就迅速瓦解。为什么？因为没人信他。文人怕他是假的，百姓怕他翻脸，地方宗族更是观望为主，表面归附，背地联络。更致命的是，他的军队开始不受控。张献忠的部下大多是从战争中打滚出来的老兵，纪律全靠惩罚维持。一旦地方稳定，他们就开始躁动。没仗打，没战利品，没女人，这群人根本守不住规矩。一旦有个村庄不配合，就劫；有个老头骂两句就砍。他一开始还下令惩戒，但杀了几个也没法彻底压住。他面临一个结构性悖论：你越想治理，就越得依赖军队，可军队本身就是秩序的破坏者，他既无法脱离他们，也没法完全约束他们。所以他逐渐放弃感化，转向恐吓，从劝顺到镇压，这不是一天的变化，是被逼出来的系统反应。更严重的是地方假归附、真反抗的现象。张献忠非常忌讳表面归顺，背后搞事。据记载，他多次派人清查地方豪族，发现有私藏兵器、暗通清军、资助反贼的行为，一旦查实，全部杀绝。有一处宗族，据说只是给清军带过一次路，结果被满门抄斩。张献忠还把这家的族谱扔进火里，说：忠义之家不当藏奸，杀义毫不犹豫。那他有没有后悔过？从个别文献来看，是有过犹豫的。有位传说中的近臣记下他一次深夜饮酒时的自语：我若不杀，他们必杀我。这句听起来像借口，但也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他不是热爱杀戮，而是怕被杀。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谋士。对他来说，杀人是生存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个别偏远地区，也曾出现张献忠仁政的口碑。有百姓回忆，他出入巴中时，不但没有屠城，反而派兵修桥、送米。他还曾设
捕孤营，收容战乱中的孩子，甚至为几个有功老兵办过婚事。这些温情片段虽零星，却真实存在。只不过这些故事在杀人魔头的大标签面前根本传不出去。我们不能否认他后期的确越来越狠，但这背后也有一条清晰轨迹，那就是初入四川，尝试治理，遭遇叛变，大清洗，最后全面高压。他不是一开始就要当屠夫，而是一步步放弃了对人性的信任，就像一个被咬了10次的人，从此见人先挥刀。他曾说：“我若宽人，人不宽我。”这不是伟人思维，而是一个战地枭雄的逻辑。有人说他的杀是以血立法，因为在那个无制度、无信任的末世里，他找不到更快的统治方式。和平治国太慢，他等不起；他能理解制度，但来不及搭建；他能看到人性，却不再愿意相信。他选择了一条最直观、最省力，也最不可逆的路，用死恐吓活人。从这个角度看，他不是疯了，而是看得太清楚。他太明白这乱世是什么样的世界，信不得，等不起，软不行。那他能不杀吗？或许可以，但那代价可能是他就要早早被杀。换成任何一个人坐在他的位置上，也许都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是张献忠这一步走得太极端，没有回头路。张献忠并不是统治了10年、20年的长线运营商，他的大西政权也就3年。他在这3年里经历了无数叛变、暗杀、离心、反复，最后只剩杀这个手段。他曾经想过治理、整顿，用制度稳局，但那条路太慢，而乱世不给人慢的机会。于是他的世界变成这样，只相信刀，不相信人，只看服从，不看忠心，只要结果，不管过程。他的杀是一种理性，但这种理性本身也极其冷血。所以张献忠是不是天生屠夫？可能不是，他更像是一个战乱中被逼着、滚着、绞着走到极端的人。他见过太多人翻脸不认人，听过太多承诺变成利刃。最后他学会一件事：信任是奢侈品，活下去才是必需品。我们继续要讨论一个更敏感的问题：那些被他杀掉的人是不是全是无辜者？他杀的是人还是敌？屠川的真相是针对平民，还是精确打击特定阶层？张献忠杀的是人还是敌？这是理解屠川真相的核心问题。如果他说杀的是叛徒，那为何全村全族被灭？如果他说只是肃清反叛，那为何屠戮波及手无寸铁的百姓？我们要拨开这个问题，去看他杀的对象到底是谁，杀法有没有逻辑，杀戮背后是不是还有一套分层分类的冷逻辑？首先必须承认，张献忠不是随机扫射型屠夫，他的杀戮虽然残忍，但极具选人标准。史料显示，他真正下重手的大多集中在2种人身上：一是地主宗族，二是投降后背叛者。这2类人恰恰是乱世中最有潜在威胁的群体。前者卧地有才，后者变脸太快。他认为他们嘴上投降，心里另算，是大西政权最大的隐患。很多地方志写道，他的清洗常常从宗祠下手，只要查出该地家族与明军或清军有来往记录，不管人数，不管年龄，整族清除。而那些平民百姓，如果没宗族背景，反而容易活下来。这种逆向选择在当时引发极大恐慌，因为它直接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过去靠家族能保命，现在有家族
反而容易招杀。张献忠的这种策略其实是断根政策，他不相信说服，不指望改造，他的逻辑是砍掉有可能反叛的脑袋，就不会再有人动摇根基。所以哪怕这些人暂时没反，他也不赌未来，他宁愿错杀10人，不愿放过一个他认定的变数。尤其在成都周边地区，张献忠的肃清最为彻底。有些家族因为有读书人曾任官职，就被视为潜在叛党。这些人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张献忠对文人本就没好感。他曾怒斥一个老书生：“你若真忠于明朝，当年何不自刎？如今来我门下求饶，是何心肠？”随后下令灭其3族。这不是个人恩怨，是制度级的敌意。而那些没读过书、没宗族背景的下层百姓，在张献忠的统治下反而活得久。他有军令，明确要求农夫、匠人、义工不得擅杀。理由很简单，这些人能养兵、能打粮、能干活，是政权的基础盘。甚至在一些地方，张献忠设立了户籍保护令，只要你登记在册，按时出勤，就不会被捉走。对于一个起义军出身的政权来说，这种功能导向型分人策略并不意外。但问题在于，这种分类是粗暴的。只要你出身不好，家族有案底，邻居举报你有旧朝背景，哪怕你是无辜的，也可能被拉下去一起杀。张献忠的政权从来不搞审讯制度，他相信的是情报加威慑，不管你冤不冤，只看你有没有可能威胁我。这就是他杀的真实逻辑，不是看罪，而是看可能性。他还有一种分区清洗的策略，对某些长期不归顺的地盘，比如重庆一带，他派兵进入前直接下达清地令，不分青红皂白的执行扫荡，先清后建。有一次，他命部将艾能奇围城3日，不允许任何人出逃。第4天一早，全城男子被拖出斩首，只留妇孺。他对部下说：“此地水浅根深，不割难种。”你听得出这句话像不像农夫在翻地？他把整个社会当成庄稼地，需要除草、翻土、重新播种。这就是张献忠屠川逻辑最冷的一面。他杀的不是人，而是不稳定因素，哪怕你暂时看起来没问题。有人因此说他杀的是未来的人，这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他政治思维的真实写照。这种以群体为单位的清洗，必然导致大量冤杀。他杀地主，地主家的长工怎么办？杀读书人，那些被迫念书的孩子呢？他杀宗族，那些根本没参与任何政治的女人，还有无辜的小孩也躲不过。他不做个体甄别，只相信砍树不挑叶。所以无辜者当然存在，而且数量庞大。但问题是，在张献忠的政治哲学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辜者。只要你属于他认为的潜在危险群体，你就有罪。而只要你能为我所用，对我无害，哪怕你真杀过人，我也可以赦你。这种标准之浮动，造就了无数人的命运起落，但也恰恰是他政权短命的关键。因为一个无法提供规则感的统治，是永远换不来信任的。你今天说户籍保护，明天就有人被拉走。你承诺不杀工匠，结果一个错名就灭门。久而久之，哪怕没被杀的人，也在心里默默疏离你，表面顺从，心里却早已盼你早死。而张献忠对这种暗潮涌动的直觉极其敏锐，他比谁都知道，这种政权是靠怕支撑的，不是信。他也知道，这条路走到尽头，要么他杀完所有敌人变成孤岛帝王，要么被所有人联合干掉。而他最后选的路就是继续杀，
哪怕民怨沸腾，哪怕士气疲乏，哪怕自己也开始怀疑，他仍然在杀。不是因为他还相信这个办法有效，而是他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1646年，张献忠站在成都的城楼上，看着北方的风沙扑面而来，他知道这一次真的是山雨欲来。清军大军南下，不是来吓唬谁的，是准备动真格的。而明朝残余势力也没完全死透，一边躲在山头，一边搞骚扰。他的大西国此刻被夹在两大势力之间，前有猛虎，后有饿狼，他的统治进入了倒计时。从政权稳定性来说，大西国一开始就像个临时工棚，张献忠靠武力打下四川，却没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他身边几乎没有靠谱文官，全靠旧部、亲信、军中将领凑出来的，勉强运转。他治下的制度是靠恐惧维系，没信任，没信仰，没人真心归顺。等到外敌压境，内部不稳就立刻显现。清军的动手速度比他预期的更快。多尔衮在北京稳定局势后，迅速派兵分两路进川，一路走汉中，一路经贵州。他们目标明确，不是围剿，是终结。他们要用最快速度干掉张献忠，收复四川，为清廷立威。张献忠这边呢，人马还在四处征粮平叛，兵力分散，士气低落，根本没准备打一场正规战。他很快意识到，再死守成都就是等死。他当机立断，决定弃成都，出骑兵。这是他最后一张牌，把主力撤出成都，绕到清军背后，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争取一线生机。这个操作在军事史上不算新鲜，但对当时的他来说，那可是孤注一掷。他亲自带兵，率2万余人绕到西川，转进绵阳附近，企图奇袭清军。但清军早已得到风声，布下重兵堵截。张献忠发现这一点后，并未立刻撤退，而是选择硬碰硬。他相信自己的指挥和兵力能赢这一战，然后再打回成都。这场战斗就是后世所说的西冲血战。有记载说，张献忠在战前一晚还亲自训话，甚至下令焚烧部分辎重，示意拼死一战。但他低估了清军的战斗力，也高估了自己军队的状态。大西军虽然悍勇，但经历连年征战，内部裂痕已深，粮草不足，士兵厌战，指挥系统混乱。而清军是整编重甲加骑兵突袭，打法迅猛，1天之内大西军崩溃。张献忠被重围截断，突围未果，据传在途中被流矢射中，落马重伤，被清兵抬入一处树林，最后死于乱军中。他的尸体据说被清军搜出时已辨不清面貌，只靠衣饰判断身份。清军为了宣示胜利，号称斩获献贼人头，还将人头送往北京。后来这颗人头被曝胡须杂乱，眼睁不闭，成了各种坊间怪谈的素材。有人说他死不瞑目，有人说那其实不是他，而是替身。但无论真假，从这一天起，张献忠的统治正式终结。张献忠真的死于这场战役吗？历史上关于他的死有好几个版本，一个是主流说法，战死；另一个是刺杀说，被手下叛将出卖，趁乱杀死；还有一个最玄乎的是诈死脱身，后来隐姓埋名，藏于西南山区。甚至有清人笔记记载，数年后在云南建县中化名为木匠。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但说明一件事，这个人死得太突然，太仓促，让人不敢相信这就结束了。张献忠的死带走了大西国的独裁中心，他的亲信将领
群龙无首，大西军迅速分裂，一部分投降清军，一部分转入游击，一部分逃往贵州、云南，成为后续南明势力的一部分。而四川这块地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混乱。清军虽然胜利，但很快发现他们收的是一片烂摊子，城池荒废，百姓逃亡，地方无政，田地抛荒，人口锐减。一位清军将领进城后写下4个字：屋空人散。他们不得不从零开始恢复生产，修复秩序，甚至大规模迁民入川。这也埋下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背景。而这一切，清廷只用了一个解释就处理完了，皆因县贼肆虐。张献忠的死给清廷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政治素材。他不是普通敌人，而是魔头；他不是普通起义军，而是屠夫暴君。他的死成了光明战胜黑暗的象征。他所有复杂的人性、策略、困境、挣扎、残酷又理性的政治手段，在这一刻都被简化为恶贯满盈，伏诛有应。而真正的问题是，他真的那么坏吗？他真的坏到人人得而诛之的程度吗？还是说，他只是不合时宜的生在那个乱世，做了些活下来必须做的事，然后死在了人们需要一个替罪羊的时间点上？从战术层面讲，他死得并不失败，他敢于突围、亲征、设骑兵，哪怕失败也没选择苟且。而从政权层面讲，他死得刚好，刚好在还没彻底崩溃之前，刚好在罪责还可以推给他一个人时，刚好在清廷准备树立天下太平故事模板之前。这是不是历史的讽刺？一个靠屠戮建立短命帝国的男人，死后反而成为所有混乱的背锅者，所有伤痕都归他，所有错账都算他，所有人间地狱的来龙去脉全变成一句因为他太坏。下面我们就要从这个清洗模板出发，看看清廷是如何一步步建构出一个张献忠等于地狱代言人的话语体系。这不仅是圣哲写史的问题，更是政治造神与政治造魔的双重过程。张献忠死后，清军的刀还没收，笔就已经下来了。要巩固政权，先得确立合法性，要赢得民心，就得明确敌我。而把张献忠塑造成魔王，成了清廷统一全川舆论、构建历史叙事的第一步。他不仅要在战场上败，还得在纸上输。清廷在接收四川后，第一时间就发出诏书，内容极具情绪：县贼暴力无道，屠戮声明，天地不容。紧接着，大量地方奏折也开始使用高度雷同的词汇：逆贼、弑天、人神共愤、荼毒生灵，一种集体式定性迅速成型，几乎不给后人留半点质疑空间。接下来就是文人上场了，那些跟着清廷入川的新科进士、幕僚、地方撰稿人开始疯狂输出重塑叙事的作品，一时间剖心挖胆、血流成河、人头满街成了笔记中常用词汇。你甚至能在不同书里看到类似句式：某城百姓不从，县贼屠之，一日尽。这类夸张句式越多，越能让读者对献忠等于地狱来客形成深刻印象。而真正让张献忠等于大屠夫深入民间记忆的，不是官书，而是笔记与传说。像蜀壁、平寇志、明记北略、小舔纪年这类文人杂记、野史、轶事集，虽然很多不属官方记录，却因为情节刺激、语言夸张，在民间广泛流传。尤其蜀壁写道：张献忠血染青衣江，掘地藏万人手，以人头堆塔，更是直接刷新读者心理底线，你就算不信也会记住。这些笔记不是冷静纪实，
而是带着情绪在写。他们恨张献忠，不仅因为他杀人，更因为他破坏了士大夫的体面。文人最不能忍的是，你不读书，不尊儒，居然敢称帝，连读书人的命也一起夺。这是一种阶层仇恨，所以他们动笔时不是记载，是审判。而清廷对此非常欢迎，越多这样的血腥笔记，越能让新政权显得清明，拯救来之不易。于是各种恐怖叙述、夸大段子、道听途说都被默许，甚至间接鼓励。清廷不亲自写，但愿意放大他人声音，这是一种退一步更可信的政治写作策略。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考量，清廷初入川，满人政权面临外来者不被认同的身份危机，怎么办？树敌，把张献忠树为极端之恶，才能让自己看起来仁政之善。这种对比合法性非常有效，你不用讲自己多好，只要讲前任有多糟，百姓自然会感恩新主。这种操作并不新鲜，历史上一换朝，前朝皇帝不是被写成荒淫无道，就是昏庸暴虐。而张献忠身为造反者、称帝者，双重违逆正统，天然就该恶上加恶。你不但不该存在，还必须为所有百姓的苦负责。于是他变成了一个万能替罪羊。更可怕的是，这种造魔术会进入教化系统。清廷在四川大力恢复地方学堂，课本里讲的乱世教训，主角都是张献忠。小孩识字第一课，张贼暴烈，荼毒蜀人。你说这孩子长大还会相信张献忠不是魔鬼吗？所以你可以说，从清廷开始，张献忠就不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个被建构的恶之模板。甚至连张献忠的笑声都成了恐怖文学。笔记里写他笑声如鬼哭狼嚎，夜闻其声，小儿止啼。你想象一下，这种形象是怎么一代代传下来的？他不是人，是夜半出来吓人的妖。他的名字不再是个人，而是一种恶的象征符号。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怀疑这些说法。清末明初就有学者指出，蜀中流传张贼暴行，然皆无可证。但可惜，这些质疑声音太晚，太微弱，在整个清代300年压制之下，根本翻不起浪花。到了现代，张献忠已经牢牢绑定“血腥暴君”4个字，几乎无可撼动。甚至在民间传说中，张献忠这个名字还和张飞、张三丰混在一起，成了一个泛指的张某人，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一种吓唬孩子的代号。这种脸谱化的定罪，最让人遗憾的不是张献忠洗不洗的白，而是历史的复杂性被抹平了。它不是白，也不是黑，而是一团模糊的灰。但当政权需要黑的时候，这个灰就会被染成最深的颜色，永远无法洗净。张献忠到底是魔王还是张菩萨？在清廷与文人的笔下，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可在一些四川民间传说中，却又多次被描绘成施米放粮、为穷人出头的英雄。这个巨大反差不是错觉，而是因为不同的人眼中真的有不同的张献忠。让我们把视角拉低，不看朝廷、史书、笔记，而是看看那些生活在乱世最底层的老百姓。张献忠的统治之下，他们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你得理解一点，明末的四川不是今天的四川，那时的四川早已不是天府之国，而是战乱连年，民不聊生。张献忠进川前，早有流寇来抢，官兵来抓，饥荒肆虐，瘟疫横行。成都甚至多次空城，不是兵临城下，而是人早跑光了。百姓不怕战乱，因为战乱一直在，他们怕的是连逃命的方向都没有。
张献忠入川初期，其实有大量百姓是自愿归附的。他的军队虽然凶悍，但初期纪律严明，尤其对顺民有保护政策。他下令，凡肯纳粮纳税者，户籍照旧，不得煽动。对那些愿意归顺的村庄，他派兵护送发粮过冬。还有史料记载，他曾设收孤局，专门安置战乱中失去父母的孩子，安排老兵轮流照看。在巴中、郎中、剑阁一带，至今仍有民间传说，说张献忠赈灾济民，还有一块张王施粮碑，记载他派人开仓放粮。虽然真假难辨，但流传至今，说明一件事，至少在某些地方，百姓对他有正向记忆。更有趣的是，部分地方老百姓对张献忠的统治感受，居然是可忍受，甚至比明军好。因为明军征粮暴力，兵痞横行，拿你东西还打你人，而张献忠用的是军法管兵，虽说极端，但只要你不犯事，反而安全。很多人说他杀富不杀贫，这句话在当时就是一种穷人视角的宽慰。而且张献忠对工匠、农夫特别爱惜，他知道自己没制度，就靠人力顶。他下令征用匠人，不准杀，不准辱，还给吃给住。有个老木匠后来逃出四川，回乡后说，张献忠凶是凶，但只要你会做活，他比谁都护你。他甚至还鼓励多生孩子，设产育奖米。虽然操作不了太久，但理念很清晰。他要有人，要人就不能乱杀所有人。那为什么后来还有那么多被他杀的平民？答案是2个字：误杀。张献忠的政权后期极度紧张，告密风行，军令失控。你今天举报邻居，暗通敌军，可能他就全家被抄，而这些举报有没有根据，没人查。久而久之，误杀、乱杀开始频繁，加上军队本身已然疲乏，士气低落，军纪沦为口号，于是原本只杀叛贼的政策开始往百姓头上砸。更糟糕的是，一旦一个村出事，周边村会立刻割席自保，拼命与之划清界限，甚至主动推人背锅。有记载说，某村为免牵连，主动绑了2个嘴碎的寡妇，献给张献忠，说他们咒骂亡命。这种为求平安而牺牲弱者的案例，在当时屡见不鲜。你以为是张献忠狠，很多时候是百姓为了自保递刀子。那到底有没有百姓真心怀念过他？真有。清初就有一份民间唱本，流传着一句话：张王虽恶，恶中有恩。讲的是有一年他放粮，救了一村人。而在南方山区，也有老人讲，当年张献忠来，烧的是宗祠，放的是粮仓。这些话虽然未经考证，却说明一个事实，并非所有人都把他视作魔鬼。这就回到一个最吊诡的命题，在乱世，一个统治者如果让你活下来了，你可能就会对他感恩，哪怕他杀了别人，只要没杀你，你就觉得他还行。这不是道德判断，是生存逻辑。在张献忠手下的四川，有人家破人亡，也有人逃过一劫，甚至比在明军或清军治下活得更久。这种地域与阶层差异，直接决定了对张献忠的评价。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百姓的记忆统一看待，有的村对他咬牙切齿，有的村偷偷给他上香。你觉得他是魔鬼，隔壁村却说他是菩萨。这不是认知分歧，而是切身体验的不同。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普通百姓的声音最终没能写进史书。他们不会写奏折，不会撰笔记，没有录音机。等他们死了，记忆就被归入统治者编年史中，再也没有回音。
所以，真正被埋葬的不只是张献忠这个人，还有那些活在战乱夹缝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他们不是历史主角，却是历史承受者。张献忠是他们的梦魇，也是他们的靠山，是灾难的制造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保护者。这段故事，没人能写得干净。我们将转向另一个写手群体——文人，他们的下笔胜过张献忠的屠刀。他们是怎么用文字把一个复杂的人写成了只剩下恶名的标签？我们要聊聊这个文化杀人是怎样悄无声息，却杀伤力惊人。张献忠死后，清军收了四川，刀剑入鞘，笔墨登场。真正让屠川、恶魔、嗜杀成性这些标签牢牢钉死张献忠的，不是战场上的败北，而是文人笔下的塑形术。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那些手握毛笔的人，如何用一句句词、一段段文，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写成了永远活在地狱里的怪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在古代，文字就是武器，是比兵更慢却更致命的后发制人。张献忠死于1647年，但从1650年起，有关他的传记、记事、笔记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内容惊悚，细节极端，语气愤恨。你翻开那些书，几乎每一页都在重复一个主题：他不是人，是魔。最典型的就是《蜀壁》这本书，作者彭尊嗣本身就是四川人，算是被害者亲属视角。他写张献忠每日晨起，先杀3人以醒神，寝帐之下皆是人头，喜观人被剁而不死的惨状。这些描写已经不是纪实，是恶意渲染。你能看出他恨这个人，也能看出他在写给清廷看，表忠，立场明确，顺风而行。类似的还有《明记北略》《平寇志》《小舔纪年》等书。这些书本质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正史，而是个人笔记、野史汇编或私人感情宣泄。但问题是，正是这些非主流记录最终构成了主流记忆，因为他们写得吓人，写得带劲，写得抓人眼球。人类记忆机制就是这样，平时你不记，夸张你不忘。比如《明记北略》里写他刮人骨酿酒，煮人头洗脚，这种话听上去像鬼故事，但在没有辟谣机制的古代，读者根本不会质疑。你听得害怕，也就更信。笔者知道你会怕，于是写得更狠。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夸张越流传，越流传越定型。而这种文人笔法里最阴狠的杀招是定性叙事。什么叫定性？就是不给你复杂，不讲灰度，直接下定义：张献忠乃千古未有之大贼，生而性恶，杀人如草。这一类句式反复出现，哪怕你根本不了解背景，也会自动在心里打上坏人标签。这就像今天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这人渣都不配活。你不认识他，但你先信了。更高明的是情节编造，比方说金柜藏头的段子，说张献忠在成都修了个金柜，每杀一人割头藏入柜中，以此献祭天神，杀够万头才安心。这个故事刺激，画面感强，而且完全没有实物证据。但你别说，它流传几百年，几乎成了张献忠屠川的标准注脚。你不信，但你又找不到反证，只能半信半疑中被洗脑。文人笔下还有一个杀招，代言百姓。他们常常写道：蜀人无不哀其毒，言必弃。听起来像是他们采访过全川百姓，其实全是臆测。但你没法反驳，
因为真实的百姓不会写字，也没留下记录，文人替他们发声，顺带替他们立结论，张献忠人人痛恨，无一不欲食其肉。这种替别人发言的叙述方式是最难防的操控。可问题来了，这些文人真的都见过张献忠吗？并没有，大部分都是听人讲，道听途说，从其他书上转抄，甚至是写完之后互抄互转互背书。这就像今天你朋友圈看到一个热搜段子，底下好几万人转发，但根源是谁，谁也不知道。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叠加笔记中被慢慢贴满恶名，而清廷不但没有阻止，反而默许放大。清初并没有出台任何为张献忠平反的政策，也没有正史中给他留哪怕一丁点模糊空间，甚至连清史稿里都极其简化的定性：逆贼残虐之极，四字概括，盖棺定论。这种态度等于告诉全天下，你们怎么骂他都行，我们不纠正。这是一场系统性文化灭杀。张献忠不仅被杀了肉体，还被文字打成永远的恶灵。他不允许有辩护者，不允许有中立声。他被人写死，又写丑，再写入地狱。活人是被刀杀，死人是被笔捅。刀快，笔狠，刀让你死，笔让你永远没机会解释。你可能会问，那有没有文人为他说过一句话？有，极少数。有清初人私下写道：献忠虽杀，然亦为政者耳，非鬼魅也。他虽然暴烈，但毕竟也是搞政权的，不是妖魔。但这样的话根本传不出去。写的人轻则被讽为替贼洗地，重则被质疑通敌余孽。张献忠之死是文人笔下最完整的一次定向崩塌。他的形象被精准拆解成一堆符号，血、头、悲、杀、魔，最终变成历史剧本中最容易安排的角色恶。而那个真实的他，有挣扎，有质证，有温情，有判断，也有狠、冷、恶、毒，全都被一页页文字埋掉。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屠川后的一个谜团展开：四川人口为何锐减80%？真的是张献忠杀的，还是另有隐情？死亡数字的背后，到底藏着谁不愿说的真相？四川人死了80%，这句话在很多史书笔记里都被反复引用，甚至成了张献忠屠川最常被拿出来的硬证据。但如果你认真追问一句，是谁统计的？答案会是沉默。没有人真正细算过这笔账，它更像是一个被反复复制粘贴的数字，人人都讲，没人深查。而今天我们就要去翻翻这本账，看看四川人口锐减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先从数据本身说起，明末四川约有300多万户人口，若按户均5口计算，大约1500万人。等到清军入川，张献忠死后，实际能统计到的户籍只剩不到50万户，有些地方甚至记为百里无炊烟。看起来这是一场毁灭性打击。但问题是，这真的全是被屠出来的吗？用最简单的逻辑推演一下，张献忠最早入川是1644年，死于1647年，前后不到3年。他的军队顶峰时不过10几万人，还要分兵驻守各地，他不可能亲手灭掉上千万百姓，除非全省百姓排队来等死，这是人力、时间、资源都不可能支持的行为。那么人口去哪了？真实情况是，这80%锐减背后至少有5个因素同时起作用。第一个因素，那就是长期战乱造成的持续人口流失。明末的四川
并非张献忠第一次动荡。早在他之前，流寇四起，明军镇压，地方起义已经把四川搅得七零八落。大量百姓为了避战，早就逃户，不是被杀，而是自己跑了，搬去湖广、贵州、云南，或者躲进深山老林，断了户口联系。第二个因素，天灾与瘟疫同步叠加。史料多次记载，1640年代四川连续大旱，蝗灾瘟疫爆发，流寇过境带来严重的卫生危机，再加上尸体横陈、水源污染，疫情迅速扩散。当时没有医疗系统，瘟疫死的人数往往比战死者更多。可这些自然死最后也被归类为张献忠所杀。第三个因素，行政崩溃导致户籍系统失效。当政权更替频繁，地方官无常驻，衙门荒废时，很多人口根本无法被统计。张献忠称帝后没有建立系统的户籍制度，清军接手初期又无法全面恢复登记工作，于是大批人口存在但未记录，形成数据黑洞。等到统计时，数据消失，被误读成人口消失。第四个因素是清军入川后的二次清洗。别忘了，清军攻下四川后也进行了多次整肃，特别是针对张部残余势力，有明军旧将、地方武装甚至普通农户被清军视为不安分分子处置。部分地区实行连坐迁徙政策，导致百姓再次逃亡或遭屠戮。这些后续行为同样被全包进张献忠杀人的锅里。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官方移民政策下的灾难叙事塑造。清廷为鼓励移民入川，大力宣扬旧主暴虐，川地荒芜。这种说法不仅合理化了湖广填四川的迁徙政策，还激发了移民重建家园的心理认同。你若说四川没事儿，谁还愿意背井离乡？于是夸大四川惨状，反而成了政策配套工具。这些因素加起来，就构成了所谓的人口锐减。它不是一夜之间的屠杀，而是一个系统性社会崩塌的结果。死了80%这句话并不全是假，但他的杀手并不只有一个张献忠。你要说他没杀人，那是不可能的。他确实在很多地方下过杀手，很多村庄、宗族、读书人、豪强都成为高压治理的牺牲品。但他并没有能力把整个四川杀成空城，更没有技术手段消失80%百姓。这种超限叙事更像是后人为了建构一个恶的极致而有意无意拉满的恐怖图景。甚至有些段子完全脱离现实逻辑，比如人头堆满整个成都西门楼，成都护城河血流7日，万人献头铸金柜。这些桥段就像是恐怖小说，不是人口统计。如果你从逻辑出发，会发现很多记载互相矛盾，一边说万人被杀，一边又说全城空无一人。那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怎么没的？有些地方记为被张献忠屠城，但后面又有记载说，次年该城献忠设州府、设粮仓。如果真全杀光，他拿谁设府办政，又凭什么征粮？这些逻辑漏洞说明什么？说明屠川这个叙述在某些地方变成了叙述大于事实的存在，它更像是一个记忆工程的成果，而非冷冰冰的历史数据。它真实发生过，但绝不是你以为的那样血海滔天、白骨满城。它更像一场缓慢而深层的社会崩解。张献忠只是那个被贴脸的罪魁，而背后的慢性杀手，制度崩塌、粮荒、瘟疫、逃难、恐惧，才是造成这场人口大崩盘的真正元凶。张献忠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说他战死于西冲，一箭穿心，清军大胜，四川平定。但越查你会发现，这场死亡太利落，
太干净，太刚刚好，就像一个结束用的句号，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收场。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让人越想越不对劲的终点，它到底是一个失败的军阀，还是被安排死在了叙述的节奏里？我们先回顾下当时局势。1646年底，张献忠决定突袭清军，选择西冲做突破口。根据主流说法，他在战斗中中箭坠马，清兵护送，逃到树林中，被清军追兵围歼，头颅被割下，后送京师。但这个故事里的关键点，他中箭战死，尸体被收，身份确认，头颅上缴，每一个环节都含糊。首先是地点问题，关于他死于西冲凤凰山的说法，清军记载和民间版本多有差异，有说他当场阵亡，有说逃入山中自刎，有说遭部下暗杀，还有人说他的尸体当时被发现后面容完好，另一版本却说已面目全非，只凭服饰辨认。到底哪句是真的，没人能对得上号。然后是人头问题，清军上报的张献忠首级到底是不是他本人？送往北京的这颗人头，据说胡须卷曲，眼目未闭。清军大臣奏称确系县贼，但也有说法认为那只是某位长得像他的清兵。毕竟在战乱中头颅难辨，谁也不会把敌人尸体好好装袋送检。更重要的是，清廷急需一个结果，打了1年仗，四川局势混乱，需要一个平定标志，张献忠的死就成了那个象征。也就是说，他的死是不是真实，反倒没那么重要。他必须被死，必须在那个时间点、那个地点，以一种被正义终结的姿态死掉，因为这是政权交替需要的仪式。没有这个死，就没有胜利的合理性。这种叙述性死亡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像项羽、王莽、黄巢、方腊，几乎都在战败后迅速身亡，而且死得极其符合逻辑，就像剧情推进一样。主角完成任务必须下线，不能留尾巴。张献忠作为乱世最大反派之一，更不允许有后续，他不能被俘，也不能逃跑，更不能苟活民间。他的死不是一个人死掉，是一个剧情转场的标志。他一死，四川平，大西灭，清廷危，百姓安。你看这个铺排整齐不整齐？更诡异的是，张献忠的余部没能像李自成那样形成流亡政权，而是迅速瓦解。一部分投降，一部分被歼灭，少数逃入云南贵州，被南明收编，但也很快被边缘化。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政权本身就没有接续者设计，它就是一个依附于张的结构，它一死就全灭。那张献忠知道自己正在被安排死吗？或许他知道，他最后几场战斗中的表现不再像早年那样主动谋划、疯狂周旋，而是明显冒进、决绝。他选择正面作战，而非继续游击；选择亲征，而非固守成都。这更像是他主动站到聚光灯下，准备接受一个谢幕方式。他死前有没有留遗言？史料中没有明确记录，但据传他在战前对清兵说了一句话：人不杀我，我不死；若天命尽，焉能为？他好像从来没想过活着退场，因为他知道他这个人不可能被善终。他杀了太多人，背了太多锅，树了太多敌。他也许早就明白自己不是要活下去，而是要在死时保持有意义。他要以一场战死的方式，把自己包装成战败者，而非失败者。从清廷的角度看，这场斩张行动收效极大，四川顺利被接收，张贼伏诛的消息成了全国百姓心中清军正义的象征。
而在舆论控制上，清廷也没让他有复活的机会。所有关于张献忠诈死的传说几乎都被视作荒言，未尽史志。而事实上，关于他可能没死的传闻，在川滇交界，在苗疆山区，在边缘小县一直有民间传说。他变名换姓，做木匠，进山修道，逃到缅甸。这些故事虽然听起来离谱，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人死得不彻底，死得太干净，干净的让人怀疑。而怀疑其实是一种极大的不服。张献忠这个人本身就是矛盾的结合体，杀人不眨眼，却也赈济百姓；称帝割据，却也维护秩序；恶名远播，却又有百姓称张王菩萨。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最终被安排成邪恶终结者的结局，多少显得单调了。他死的不是战败，是被需要死得刚刚好。他不是输在战场，而是被写进了胜者的剧本。他的失败其实是叙述上的失败。在一场需要稳定、需要正统、需要建构善恶二元对立的历史里，他的角色必须是那个被消灭的恶。我们回到今天，站在历史尘埃之外，重新看张献忠，他到底是屠夫，还是那个背锅了几百年的替身？时间能洗清什么？文字又埋葬了什么？我们必须做一个交代。张献忠活过，杀过，称过帝，败过阵，也死过2次，一次死在西冲的剑下，一次死在历史的笔下。可几百年过去了，我们真的了解他吗？他到底是嗜血屠夫，还是一个被放大了恶行、压缩了人性，最后成了历史反派模板的悲剧角色？我们要不带情绪，也不装，客观地看清楚张献忠到底是谁。从出身讲，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奸贼，他出身寒微，性格刚烈，在乱世里杀出一条血路。他没有圣人教养，也没制度光环，有的只是一个底层人活命的本能。他靠打仗，靠狠，靠一套恐吓加实用的政治逻辑，从西北一路南下，最后坐上成都的皇位。他是历史罕见的草根称帝者。可惜这个地位是沙地上搭的高台。从政绩看，他确实治理过，建设过，赈灾过。他设法建立政权，尝试招纳人才，也关心粮草储备、户籍登记。他的很多政策并不全然是暴政，他救过穷人，保护过工匠，惩治过贪兵。他在最初并不疯狂，而是理智的想立国，想治理，想站稳。但这个理智很快在背叛、流言、战争和恐惧中一点点被击碎了。从手段看，他的确残忍，的确动辄杀人，而且不留情面。他杀宗族，灭宗祠，割头示众，对可能反叛的人实行毫不犹豫的清洗。他建立的是恐惧式统治，而非信任式治理。他相信杀可以稳权，但没想到杀到最后，把人心一并杀光了。他的刀砍下敌人，也砍断了未来。从死因看，他死于战败，也死于需要一个终点的历史逻辑。他的死亡被迅速包装成正义胜利，所有的屠杀记录都归给他，所有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失都挂他名下，所有社会崩溃的痕迹也都往他脸上贴。清廷得了胜利，还得了话语权。张献忠成为那个最好用的反面角色，既能教化百姓，也能掩盖混乱。从记忆看，他是文人共同构造出的地狱人设。他们用一段段主人头、金匮藏尸、割舌为擒的怪谈，塑造出一个嗜血成性的妖王。他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句式；他们不需要还原，只需要煽动。他们的文字比张献忠的刀更彻底地将他埋入历史恶人的深井里。而从今天回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被符号化、被简化、被模板化的全过程。
他不是没做过恶，但他不是恶的全部。他不是没人恨，但他也不是没人念。他的形象不是黑，是黑起来方便。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张献忠？因为他好用。他把所有乱世的血腥、人性的脆弱、政权的失败、战争的崩塌，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只要记住他，就能忘记那些复杂系统性的问题。明末政治为什么崩？百姓为何一次次被卷入？权力怎么失控？这些事太难讲，但说一句张献忠太坏，简单又解气。可历史不是解气的，历史是需要我们去分辨、去翻底账、去承认那种没有标准答案的混沌。张献忠不是英雄，也不是魔鬼，他是那个在极端环境里变得极端的人，是在动荡中只能靠狠来苟活的统治者，是把人当作变量也被当作变量的人。他是活在逻辑之外却死在叙述之中的人。也许他从来不配被歌颂，但他也未必该一直被咒骂。他的好被掩埋，他的恶被放大，他的一生是明末的缩影，也是历史书写机制的样本。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那类角色。你讨厌他，但你不能不理解他；你批判他，但你不能不思考他为何如此。现在你听完这个故事，可能仍然觉得他是个该死的杀人魔，也可能对他多了一点复杂的感受。这正是我们今天想做的事，不是替他翻案，而是把他从一个只剩恶名的模板里拉出来，变回一个可以被重新思考的人。他活过，也杀过，但他的故事不该只是杀。这一路，我们没有给他洗白，也没有单纯批判他，只是一点点揭开了那些看起来早就被写完的段落。你可能发现了，真正的历史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善恶分明。很多时候，它像夜晚的风，不吵不闹，却吹得你有点凉，也有点醒。就像今晚，我们不是要原谅谁，也不是要否定谁，只是想知道，在屠夫这2个字背后，是否还有一个值得倾听的人。夜已经很深了，希望你现在能慢慢放下那些沉重的名字，让那些纷乱的故事在你的脑海里慢慢沉静下来，就像山间雾气散去，河水又流回它该走的方向。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晚安。